大家好，我是会长，欢迎来到会长妄言。前面有回答罗塞塔石碑的发现、命名和记录的详细内容，以及英法两国之间的相关问题。而本篇是罗塞塔石碑问答4，也是最后一部分。废话不多说，继续回答。我经常看到一些中文关于罗塞塔石碑解密的介绍，有不少人总会提到与汉语的关系，还有一些鼓吹这个古埃及象形文字解密是因为没有中国人参与，如果有中国人参与就不用花30年，说不定几年就可以搞定。说商伯良能够解密是因为他学习了汉语，还有很多说这个困惑西方学者最大的问题，我们汉语使用者一看就能懂。听完你信吗？会长为此查阅了相关资料。首先，关于古希腊象形文字的解密之中，没有任何文献记录与汉语的关联性或必定的借鉴途径。商伯良学习汉语这种详细的记录也没有，最为详细的不过有商伯良学习过6种古代东方语言，而我们现在使用的普通话或地方方言只是汉藏语系汉语族中演化而来。追溯到1913年的现代汉语，商伯良解读古希腊象形文字的时间是1822年。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关联性，那就是象形字的异曲同工之妙。汉字构造的6书中，象形、指示、会声、形声、转注、假借，其中象形指示是造字法，会意形声是组字法，转借假借是用字法。中国国字中形声字占据居多，比如右形左声的公字，左形右声的辰字，上形下声的花字，下形上声的架字，外形内声的病字等。而古埃及圣书体中就出现了用左边3部分进行表音的图形符号和最后一部分表意的图形符号来共同组成猫字。这种圣书体的组字，我在另外一篇有关于古汉字与古埃及圣书体表词方式的比较博士论文中看到，西方学者称这种组字方式叫做化名原则的概念。比如在英文的语境之中，使用了眼睛、大海和母羊的图形来表示 ICU。 在该内文结语中，作者对2种文字的共性与差异做了说明。而上述我举例的表音上，古代汉字使用的是整体性音阶的方式，而圣书体使用的是分析系音阶的方式。通俗一点，因为古埃及词语词根辅音结构长短不一，所以一个字或者一个词可能需要多个辅音来组合，而古代汉语采用的一般是统一的音节结构方式。圣书体是由单辅音音符、双辅音音符和3辅音音符共同组成，而我们所说的形声字是假借字通过音译结合的方式发展而来。这种类似表音的共性，其实是因为最初出现文字受限于传播和记载的原因，使用取象字来构形，借音符来表意是最直接和有效的方式。整个论文共计198页，其中详细的从2种文字的概述到字符、字音、表音和音译做出了对比和说明。说了这么多，其实不管是这篇论文还是其他更多的文献，它都给不了汉语或者古代汉语对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有没有关联的证明。但反之呢，如果只是因为某些共同性就断言汉语使用者可以如何轻松解读古埃及文字，当个玩笑听听就可以了。如果真的认真这样说，我真心觉得这是对人类文明和试读古埃及所有学者的不尊重。下一次如果还要这样说，你可以加一条：知道古埃及象形文字是从右往左写的吗？汉语以前也是。好了，关于罗塞塔石碑的11个问题，会长都尽可能客观进行填坑。如果有其他问题进行讨论，也欢迎评论留言。关于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试读，会长还想多啰嗦几句。整个古埃及的试读是全人类相关领域众多学家一步一步推进的结果，它既漫长也伟大。从1802年4月开始，英国学者史蒂芬·韦斯顿首先将石碑的古希腊文字译成了英文版本，弄清楚了碑文的内容。而当时享有国际声望的法国东方学家德萨西
认定了碑文的通俗体中有字母的组成部分，而书写方向是从右向左进行。瑞典的外交官阿克布拉德在埃及通俗体铭文中找到了古希腊铭文中专有的名词，初步确定了可能是16个埃及通俗体文字字符的读音。而之后，英国物理学家托马斯·杨掌握了86个古希腊文字和埃及通俗体文字互相对照的词汇，这些词汇多数是正确的，并明确指出埃及象形文字和突俗文字之间有大量的表音成分。而之后，让弗朗索瓦·商伯良又经过20年的研究和论证，成功识读了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这些有名字记录或不在此记录内的所有人，在如此有限的平行语料中解读成功埃及象形文字，是一件值得所有人类赞扬和尊重的一件事情。本来对于罗塞塔石碑，会长也查阅了一定量的论文、专刊和一些其他文献，之前也说开一期罗塞塔石碑的解密与商伯良的内容，不过我不太清楚这块内容会有多少人有兴趣了解，感觉自己又走进了之前节目选题之后撰稿的一种困局。而因为不打算更新，所以在这个问答中就啰嗦几句，希望展现出解密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艰辛。如果喜欢会长的节目，请一定记得关注会长、点赞、评论和转发，这是对会长节目制作的最大支持。